真的从我国中到现在，一直断断续续在关注的一段期间，现在可以自己来到这个地方，走入活生生的历史课，很兴奋哎！这个就是当时候世界最大的圆顶，高达55公尺，直径超过30公尺。虽然比百花大教堂小一点，但是比罗马的万神殿还要大。这个中间是圣母跟圣子，左边的是 Justinian， 他献上阿亚索菲亚教堂。右边的是 Constantine， 他献上的是 Constantinople 这一整个城市。好景不长，拜占庭帝国最终还是被鄂图曼帝国灭亡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在伊斯坦堡的心脏，一座建筑静静地横跨了1500年。它曾是拜占庭的骄傲，欧斯曼的信仰中心，也是无数历史交错的现场。每一次转变都映照着时代的推进以及文化的融合。今天的 Discovery， 我们要来探讨宗教界的混血王子 Hagia Sophia。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到土耳其，主要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教堂超级有兴趣。国中的时候历史课有上到罗马帝国，但是比起罗马帝国更令我着迷的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后来的拜占庭帝国。而在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建筑没有之一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时间快转到现代，1500年来经历地震、战争、宗教冲突还屹立不摇，如此奇迹般的存活到现在的神秘建筑，不只是历史的遗迹，而是3个帝国的见证者。圣索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位在伊斯坦堡的老城区，从拜占庭帝国时代开始，这里就是城市的中心。教堂的圆顶和4根宣礼塔融合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特色。走进这里看到的都是不同时代留下的痕迹。现在的伊斯坦堡在6世纪的时候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这个城市的名字是由第1代的皇帝 Constantine 而命名的。那个时候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是全欧洲最富有、最繁荣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拜占庭帝国是君权神授，所以查士丁尼一世认为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就投入了大量资源建造教堂，希望透过这个建筑可以展现信仰跟国家的力量。那 Hagia Sophia 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是将近1500年前，在西元537年的时候 ，Justinian 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教堂盖起来。5年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之前去佛罗伦斯有带大家看了百花大教堂，那个教堂呢，包含它的圆顶全部盖完，花了140年。然后那个教堂还比较小，而且百花大教堂的开工时间是1296年，是 Hagia Sophia 的700多年之后，所以在短短5年内可以盖出在接下来的1000年内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这件事根本就超级扯的。那至于为什么Justinian会这么赶着要盖好，我觉得我们坐在民宿也够长时间了，我们直接到教堂面前一探究竟。哦，我们现在非常靠近它的入口了。Hagia Sophia 在教堂前面这个广场，在拜占庭时期其实是一个赛马场，叫做 Hippodrome， 就是一个椭圆形的那种赛马场。那在这里有发生一个蛮大的事件，叫做尼卡暴动。在 Hagia Sophia 被盖起来之前，同一个位置有过2个同名的教堂，但是他们都被火灾烧毁了。最后一次的火灾是在西元532年，当时候的皇帝 Justinian 宣布加税，民众就已经很不爽了，又加上遇到赛马比赛，有球迷之间的冲突，这整件事情混在一起，就升级成了一个大暴动。大家可以想象，在这边的球迷冲出赛马场，放火烧了皇宫跟教堂，据说火烧了整整6天。Justinian 调军进场镇压，死了超过3万人，这整场暴动才平息。传说中 Justinian 在盖第3座 Hagia Sophia 的时候，就是想要盖一座不会再被烧掉的教堂，所以使用了大量的石材跟新技术，强调防火跟耐震。那也因为当时原本的大教堂被烧掉了，民众没有教堂可以使用，才要求建筑师加快，在短短的5年内就把 Hagia Sophia 盖完成了。现在时间大概是1点，我们听到圣索菲亚传出来伊斯兰教的宣礼，这个吟唱声叫做阿坦。这是因为圣索菲亚它也是清真寺，所以它是穆斯林会进去礼拜的场所之一。我们看到上面，这上面都有配有喇叭，在他们的尖塔上面。然后整个 Hagia Sophia 有很多的鹰架，因为它一直常年都是在整修当中。好，我们要正式进入 Hagia Sophia 了。我在正式走进 Hagia Sophia 之前，要先来感谢一下我们这集的赞助厂商 Surfshark VPN。不管你是在教堂旁边的咖啡厅用公共 WiFi， 或者是出国连接陌生网路，资料外泄的风险无所不在。Surfshark VPN 可以帮你加密网路连线，把资料加密成一堆乱码，就算骇客偷看也不能解读，有效保护你的个资、账号，甚至信用卡资讯都不会被盗走。而且 Surfshark 不止
止保护你的网络安全，还可以帮你省钱。像我们这次在订土耳其的机票和住宿的时候，很多网站会根据你的所在地区消费习惯显示不同的价格，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收取了比其他国家地区还要更高的费用。但是只要用 Surfshark VPN 跳转 IP， 就可以让网站以为你在不同的地方，比如你人在台湾，却可以像从日本、韩国、美国上网一样，看到每个地区的实际报价，用最便宜的价格结账。另外像是 Netflix、Amazon Prime 这些平台，很多节目只在特定地区上架，使用 Surfshark VPN 切换 IP 就能够解锁地区限制的内容，让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节目，超值又划算。而且你只要有一组 Surfshark 账号，就能够同时在所有装置上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甚至分享给你全家人都没有问题。现在就使用我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do 瑞瑞，或者是输入我的优惠码 do 瑞瑞订阅方案，就能够额外获得4个月的超值优惠。那会把所有的优惠链接放在影片的资讯栏。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正式进入 Hagia Sophia 咯。好，通过一个安检之后，我进来了。这边应该是侧门，真的从我国中到现在一直断断续续在关注的一段期间，现在可以自己来到这个地方，走入活生生的历史课本，很兴奋哎！它是一个要一直往上爬的，像是这样子的阶梯，这里感觉都是有重新修复过，状态非常非常的好。我进来了，一进来长这样子。哇，这边已经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细节了。我来找几个讲一下。好的，我们现在走进 Hagia Sophia， 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头顶上面这个超级大的圆顶，这个就是当时候世界最大的圆顶，高达55公尺，直径超过30公尺。虽然比百花大教堂小一点，但是比罗马的万神殿还要大。那因为它也建筑的早，所以后来有很多的教堂或是清真寺也都是按照它的设计来盖的。然后这个圆顶很聪明的是，最主要大圆顶在这边。但它的旁边有一个半圆顶，所以它整个空间是开阔的，所以你一走进来，大圆顶的视野是不会被阻挡到的。不过这个圆顶其实修过很多次，因为伊斯坦堡位在欧亚大陆的地震带上面，很常地震。537年教堂刚盖好，在558年就发生大地震，把整个圆顶震垮。那还好，拜占庭帝国当时候有的是钱，也不缺技术跟人才，所以马上重建，改良了承重结构，把重量分散出去。但就算如此呢，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还是因为地震的关系，这个圆顶接受了不同程度的修复。那我们看到这个圆顶的中间，现在是阿拉伯文，这里文字说的是阿拉是我们的光。那当然，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圆顶的中间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看到这墙壁上面的全部都是大理石，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工法。当时候的拜占庭帝国会把同一块大理石从中间切开，像书本一样把它剖开来，并且左右对称的摆在一起，这样就会呈现出石头纹理对称的效果。那大家知道我的个性，我看到对称的东西只能给赞。然后下面这个地砖，特别的地砖，是以前的拜占庭皇帝被加冕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区。那当时候在 Hagia Sophia 里面，这些宗教的图案都是用一个叫做 mosaic 马赛克石刻的技术来呈现。这些大约是西元9世纪到13世纪左右，也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存在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它算是整个教堂里面最有名的马赛克画作。虽然大部分已经被破坏，但是最主要的3个头像都还是看得出来是谁。中间的是耶稣基督，左边是圣母玛利亚，右边则是施洗约翰。这幅画描述的是在审判日时，耶稣基督身为审判者来清算人类的罪。那远远的看，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一幅正常的画像，但是如果放大来细看，会发现这一整幅画是由一颗一颗的小石头用不同的颜色来组成的。那到这幅画的时候，这种 mosaic 画作的技巧已经非常的进阶了，可以用不同的阴影来去呈现出来皮肤的光泽。我们这里再往后走，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 mosaic 画像。那这里大多都是由当时候的皇帝委托之下而加上去的。比如说我们看这2幅，中间都是圣母或是圣子，那左右两边就是皇帝跟皇后。我们看到他们手上拿着钱跟卷轴，意思就是他们捐款了给当时候的教廷，让当时候的慷慨之举能够永恒的记录在教堂的墙上。这些作品经历过像是火灾、地震，甚至在13世纪的时候，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教堂整个被洗劫过，还能够顺利保存下来，真的也算是一种奇迹。我们这里看到的几个应该都只是仅存的，大家可以想象，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整个教堂围绕着整面的全部都是像这样子的画作。这个我在很多影片里面看过。这个中间是圣母跟圣子，左边的是 Justinian， 他献上 Hagia Sophia 教堂，右边的是 Constantine， 他献上的是 Constantinople 这一整个城市。因为当时候 Justinian 盖的这个教堂，然后刚刚说了嘛，他1000年都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所以在拜占庭人的心中，因为有这个教堂，因为有这个圣城，他们在神的眼中，他们有受到上帝特别的保护。但是呢，好景不长，拜占庭帝国最终还是被鄂图曼帝国灭亡了。那个时候的拜占庭帝国国力下滑，经济差，
还欠了威尼斯一大笔军费，所以原本说好要帮忙对抗穆斯林的十字军，在行军过程当中反悔，在13世纪的时候直接冲进君士坦丁堡，洗劫整个城市。如果大家有看我们之前去意大利的影片，应该对圣马克大教堂不陌生，其中在里面有展示的青铜4马，就是从阿亚索菲亚抢过去的。那这场劫难呢，让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之后虽然短暂复国，但是国土越来越小，最后国境的边界限缩到只剩下首都成为唯一的核心。这里我印象很深刻，在国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网站，就是你可以去看某一个帝国的国土在不同时期当中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去看拜占庭帝国国土的轨迹的话，你就会看到它本来是整个罗马帝国地中海区域的霸权，到分裂成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然后到最后慢慢被蚕食到只剩下唯一的 Constantinople 这个城市。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就在这一段的混乱期间，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建立了鄂图曼帝国，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军队强大，还请来欧洲的火炮专家打造大炮。1453年，在穆罕默德2世的带领之下，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了，拜占庭帝国也正式灭亡。不过在打下君士坦丁堡之后，穆罕默德并没有下令毁掉阿亚索菲亚。据说他在打赢这场战争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到这个传说中的教堂看一看，然后他被这个建筑物震慑到，直接决定把这个地方改建成清真寺，然后在隔3天的礼拜5直接进行第一次的祷告。那在这边改建成清真寺之后，那些拜占庭时期的马赛克图像很多都被石膏盖住，因为跟本来的伊斯兰教义有冲突，他们是不可以有任何人的形象的，取而代之的都是可兰经里面的书法跟文字。现在阿亚索菲亚也是一个清真寺，所以整个1楼都是只有穆斯林能够进入的空间。那在伊斯兰的教义当中，面向麦加的祈祷凹式叫做米哈拉布，这个米哈拉布就是奥图曼时期的时候加上去的，凹槽的方向代表穆斯林祈祷的方向指向麦加。但是因为阿亚索菲亚在建造的时候不是清真寺，所以在里面的米哈拉布位置不是正对教堂原本的轴线，而是稍微偏右。然后挂在柱子上超巨大的圆盘也是鄂图曼时期加上去的，每个圆盘直径有7公尺，上面写着真主、穆罕默德还有4大哈里法的名字。那有一些没有完全盖掉的天主教元素，他们则是会选择把脸遮起来，像是在这个圆顶四周的大天使啊，你看那个，这个就是大天使的脸，这只为什么没有被遮起来？其他只都被遮起来了。或者是从1楼可以直接看得到的马赛克像，也会在前面加一个布帘把它遮住。所以他们没有破坏原本的建筑，而是让新的伊斯兰元素跟旧的拜占庭风格融合。所以你走进来，不管是不是信徒，都会被这种融合的感觉震撼到。这是因为当时的鄂图曼帝国在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也鼓励原来在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犹太人继续留下来在城市内生活。所以对于宗教，它是采用一个多元包容的政策。这个以后代来看，也是一个很先进、很聪明的做法。阿亚索菲亚在2020转回清真寺之后，1楼全部都只能开放给穆斯林进入祷告，所有游客都只能走向我刚刚的那个2楼的 gallery。但它的那个主票里面有另外一个是阿亚索菲亚的博物馆，我想说最后可以再去里面看看。这边插播一下，这次 Discovery 有一个会员限定的番外篇，我们会介绍跟圣索菲亚大教堂有关的一位传奇女性，罗马帝国唯一的女皇帝 Empress Irene。我现在人在王子群岛，正好就在她被夺权后流放的修道院前面。如果你想要听这段历史课本不会教的拜占庭故事，欢迎加入阿弟英文的会员。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它是有很多一间一间房间，你可以看它每一个阶段的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做得很精致哦。然后这边开始是博物馆，就是展出一些相关的文物。这个就是用来把那个天使的脸盖起来的东西。这边这个天使的脸，然后盖起来之后，哇，它原来这么大啊！这边是原本在阿亚索菲亚里面一些跟天主教相关的艺术品，现在展示在这里。我们说阿亚索菲亚是混血王子，真的不是盖的。3个帝国经过了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它的面貌改变了这么多次，但是它同时又一直屹立不摇，把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时代全部融合在一起。OK。博物馆的体验到这边结束了，我觉得很值得来因为它里面 multimedia 做得很好，展出的文物我觉得比较少一点，但是可以按照时间轴去了解这个教堂/清真寺它一生经历的变化。好的，以上就是这次的 Discovery， 终于亲眼见到了自己从小时候就在关注研究的教堂/清真寺，真的很感动。然后我觉得回到混血王子，你在那个空间里面，2楼有很多修复过来的天主教象征的艺术品，但是你往前走一点，往下1楼看，如果刚好是祷告时间的话，下面就会是虔诚的穆斯林跪在绿色的地毯，在对着阿拉祷告。
当你抬起头的时候，你会看到圣母玛利亚，你会看到耶稣，但是你把视线转到另外一边，你会看到伊斯兰的书法盘，就这样子被挂在墙上。就这一切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跟宗教，但是却这么协调的被摆在一起，就让我觉得这个不是单纯的教堂，不是单纯的清真寺，在这里发生了这么多的历史跟这么多的文化，就像是那个马赛克画一样，一颗一颗的把它拼贴了在一起，把每一段历史都有代表性的留下来了。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冲突，但又好像很和平，就像是信仰跟现代、庄严跟观光、祈祷跟自拍都在这边和平共处。希望大家看了这支影片之后都有收获，也会觉得有趣。我讲着讲着，身后出现了一些谜样的男子。好的，反正以上就是今天的 Discovery。今天我跟大家脱队一整天，在圣索菲亚拍摄，希望大家都觉得有收获。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